前文书说到，第三方机器恐龙的战场上，各家第三方争先恐后地抢夺着出货的题材，导致新厂想要突出重围，只能另辟蹊径。这其中，初生牛犊的 HH 选择了 SD 造型的萌系风格，但因为品质的拉胯，让这个系列只出了一款钢索后就再也没了下文，以至于这个厂家从此销声匿迹。于是，另一家突围的厂商选择了一条极端的产品线。小林红点用 BT 系列的精致感为基础，奠定了 MP 的历史地位。后又有连井张悟的鬼才，让 MP 系列成为了变形金刚玩具收藏的主流和风向标。此时的第三方均依附于 MP 的周围，自家的各式相关产品也都以打打秋风、做做擦边、补充角色的方式彰显着他们的俯首称臣。直到恐龙混战爆发，这些第三方在 MP08 周围已经斗得血溅七尺。作为当时算不上一线厂家的 DX9， 非常有自知之明的选择避开了大比例的锋芒。自家的口袋战争系列已经积累下不少口碑，是时候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来跟这些国内知名的友商们正式的会全路了。行规是业内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第三方的设计方式总是脱离不开官方玩具的大体套路。那年头的每个厂家皆是如此，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向官方靠拢。或许是设计师偷懒，只在原结构上细化造型，或许是考虑到脱离了原始设计，没了原先那味儿，或许是不敢太离经叛道，恐怕玩家无法接受，又或许是根本不敢走出多少年第三方厂商积累下来的安逸圈，大家都在默默地遵守着所谓的行规。那个年代，你设计做得太官方化，没人会说你抄袭，没人会以为你是现在所谓的第四方。即使说你的设计只是原模翻版，但做了一些美型修正和关节改动，填补空洞，这些玩家都会用包容的态度来接受所有产品。大家都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微妙的平衡，第三方的规模也在这种一片祥和的环境下慢慢发育，直到第一个卷王出现了，打破了原有的平衡。DX9 原本是 UT 分支出来的一个子品牌，起初做过一些配件包和边缘角色，直到一款离经叛道的三变大火车走入了人们的视线，这个品牌开始渐渐被玩家熟知。从大火车开始，完全另类的变形风格奠定了 DX9 的基础调性，说白了就是这个厂家所谓的人设。而为了立住这个人设，后续 DX9 的产品也经历了各种跌宕起伏的剧情。它就像一个外来人，突然的出现让本地的师傅们措手不及，生怕他坏了规矩，也生怕他打破师傅们的安逸圈。确实， DX9 这个卷王也让当时的玩家眼前一亮，在第三方的设计领域成为独树一帜的存在。用相声圈的话说，就是口袋战争系列经历了数款产品的洗礼后，终于4级推出机器恐龙。率先登场的淤泥便给了所有第三方恐龙一拳迎头痛击，它的变形逻辑太颠覆了，以至于曾经几乎没有见过如此变形恐龙的玩家直呼过瘾，爽！印象中所有的逻辑原来可以这样被推翻，印象中习惯了万变不离其宗的机器恐龙原来可以这样设计，印象中的小比利不就是一翻腿一翻盖的手掌解压玩意儿？而如今所有的印象都被这款淤泥重新认知，
如果说前期口袋战争系列的玩具只是小试牛刀，从大力神开始的真完全一体变形合体让人大开眼界，那么到了机器恐龙，这家 DX9 已经彻底将人设稳稳立住，那个卷王要开始内耗了。在玩家的期待声中，第2款的铁渣也如期而至，同样的龙形、人形都有那么点韵味，让你细细回味。同样的变形结构巧妙转换，却又不同于往日设计，让你大跌眼镜。同样的并不多的零件数，并不大的尺寸，但就那么几个零件完全更换了变形逻辑。同样的铁渣还是那个铁渣，三角龙依旧是那个三角龙，而且就像淤泥一样，铁渣的关节同样的紧，变形的吃力感开始给这个系列慢慢埋下祸根。到了飞镖，虽然没有了前2款让人惊艳的设计感，大体的套路也在第3方恐龙一波接一波的洗礼下显得不是那么新鲜。不过在一些细小位置的变形处理，还是能感觉到用了一些心思。即便玩家都希望飞镖能带更多的配件或者地台，并未如愿的情况下，飞镖的销量都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毕竟机器恐龙是5个人的团队，少了这个翼龙肯定不小。哥几个还都在，散落在各地而已。好脚出货后，玩家彻底吃了定心丸，这个 DX9 果然是有点东西的。如此精致的小玩具，在有限的零件数下，变形设计井然有序，逻辑感十足，并且虽然不是官方的结构章法，却又有另一番全新的滋味。这种体验像极了一盘鱼香肉丝，每个厨师做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但终归胡萝卜还是胡萝卜，肉丝还是肉丝，无非你加的是笋还是蒜苔，木耳还是青椒。突然有一天，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少年做出一道菜，看着像，吃起来也像，所有人都认为这是鱼香肉丝，但少年的原料用的却只有一把黄豆。玩口袋战争系列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你明明看到这2个形态都是记忆里的样子，但这个设计师就是不走寻常路，非要另辟蹊径给你改个变形过程，况且还是在仅有的几个零件上重新演绎。最后一个钢索出来了，当所有人都认为钢索这个结构已经被官方掐得死死的时候， DX9 还是用了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去收纳龙头，去把人形做得更干净，但钢索似乎并不用收纳后背的龙头。为了收纳零件，肩部的空洞也让玩家出现了褒贬不一的声音，再加上一只很紧的口袋恐龙，每一次变形都是对手指的虐待。这时候的口袋战争或者 DX9 的评价呈现了2极分化特别严重的态势。来者不善呢。而这时口袋级也成了变完全炙手可热的新词汇，玩家们也在潜移默化中开始将目光望向了曾经他们不屑一顾的小比例，这个市场的价值开始变得不可限量。直到如今，当现阶段的小比例粉丝还在争执谁是颠覆，谁是超越，谁是大哥，谁是大王，以至于头版刷屏从贴吧炒到微博，从各种魔玩圈群炒到各种 UP 视频的评论和弹幕，再到被圈外人看笑话，被老玩家鄙夷，被新玩家厌恶，乃至于从讨厌这种吵架歧视拉踩对轰，甚至延伸到 C 语言互相编程，户口本互相统计，最后让旁观者都开始反感他们所维护的品牌时，你们所做的事情真的在维护自己的热爱吗？真他妈恶心。 DX9 它就像一个拓荒者，在那个第3方蛮荒的年代，在那个没有那么多争执的年代，它一直稳定输出设计，让越来越多的玩家认可小比例的氛围，让口袋机从一个小厂商的自定义产品线变成一个收藏系列的代名词。它也像一个传道者，用他的理念影响着第3方的方向，但追随其后，小比例市场日益繁荣的今天却鱼龙混杂，市井江湖。那一年阿努创世，那一年
耶稣诞生，那一年菩提树下顿悟，那一年摩西写下十诫，那一年所有的经文都在劝人向善，教人学好。那一年之后，又有多少仗着神的名义引发的战争？经永远都是好经，念经人的嘴却并不都是那么的正。直到 DX9 的落寞，人们记得的永远是那糟糕的做工，厚厚的漆面导致超紧的关节，手疼的变形和奇怪的膝盖小腿位置。后来的人们可能只知道如今的小比例圈子热闹场面，回望那套颠覆设计的机器恐龙，在他们的概念中似乎只有 MFT， 便宜好玩，比如今的口袋玩具便宜好多啊，简直业界清流的良心。真的，我这个脑子现在梦的一片一片全是星星，真的。圈子还是那个圈子，人还是那些人。DX9 曾经有多辉煌，如今被玩家遗忘的就有多彻底。接下的衣钵还能否继续？曾经带给大家的惊喜，如今的 NA 第一款钢索却显得危机重重。正所谓争端五龙当立，生来奇正交替，画地为牢尽皆逆，掌上乾坤战死地，壮志未如意。蹉跎3000世界，江湖魍魉摇邪，市井之言声声孽，龙躯蛇身探雷劫，谁意转王别？欲知后文书，出奇兵，暗度陈仓，破阵杀，一骑当前。究竟是哪位豪杰？精彩回目，我们下文分解。这里是新人 UP 少主力，如果你喜欢这个太空圈里是说书的，记得关注、收藏、投币、转发，你们的支持是我前进的动力。如果你喜欢变百科这个系列，就让它更加繁荣吧。